眼見喜，易聽怒，悲秋哀，是常思。心本幽，易見辱。貪嗔痴係從何而嚟呢？心理學係點樣睇六根、六塵同埋六識嘅呢？一個遊戲係點樣帶我哋重新認識執念同埋自我呢？大家好，我係心理學渣。今日我哋就一齊用心理學去講講近期大熱嘅遊戲《黑神話：悟空》嘅劇情。如果你未聽過呢款遊戲嘅話呢，先唔使走住，因為我哋今日唔係講打機，而係講佢劇情當中反映嘅人性同埋執念。呢一啲執念你同我都有，你可能都會察覺得到。但就好似俗語所講，解鈴還須繫鈴人。喺你嘅呢啲執念嘅根底，到底係乜嘢心理形成佢？你又知唔知道呢？今日我哋就一齊藉住呢個遊戲故事，解說一下我哋嘅執念當中嘅貪嗔痴三毒到底從何而來呢？若然你未曾接觸過呢個遊戲嘅話，都唔緊要，我會簡單解說一下。當然呢個遊戲嘅故事又好，佛學嘅概念又好，我都係從結合我個人嘅經驗同埋心理學嘅理解去解說。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解讀。如果你有唔同嘅睇法呢，都歡迎你留言一齊討論。順帶一提，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生活同埋娛樂嘅心理學，喜歡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啦。黑神話悟空係一個以中國古代名著《西遊記》作為基礎嘅遊戲。故事發生喺《西遊記》之後，孫悟空因為想放棄佢嘅佛位而被天庭所殺，佢嘅六根被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同埋妖精手上面。作為花果山後輩，被換作天命人嘅你，需要收集翻大聖嘅六個根器復活孫悟空。而遊戲咧就根據呢六個根器分做6關。今集我哋就會由遊戲嘅開頭咧開始探討六根係啲乜，同埋咧頭嘅2個章節火照黑雲同埋風起黃昏喺當中咧探討貪嗔痴當中貪同嗔兩毒嘅心理嘅。遊戲一開始咧就以孫悟空同埋二郎神喺天上面對決開始。已經成佛嘅悟空想返花果山過日子，但係天庭就唔允許，仲要剷平佢。戰鬥到一半嘅時候，本來應該已經消失咗喺悟空頭上面嘅金箍突然出現翻，令到佢敗下陣來。故事咧亦都正式開始。故事入面嘅6個章節分別對應大聖嘅6根，眼耳鼻舌身意嘅其中1根。咁佢哋分別就名為眼見喜、易聽怒、悲秋哀、是常思、心本幽同埋易見辱。呢6個名字咧就出自於《西遊記》原著嘅第14回。啱啱離開五指山嘅孫悟空同埋唐僧咧就喺路上面遇到6個山賊，咁佢哋咧就係叫呢6個名噶啦。咁孫悟空咧就不由分說咁打死晒佢哋，因為佢太唔受控制啦。所以觀音咧就賜咗一個金箍俾唐僧，用嚟控制孫悟空用嘅。你抽象啲去睇呢一個篇章咧，呢個過程就係孫悟空戴上金箍清除6根嘅過程。但呢個遊戲嘅主線呢，其實啱啱相反，就係要你尋回6根，擺脫金箍嘅控制。講咗咁耐，咁到底乜嘢係6根呢？喺佛教嘅學說入面呢，一個人嘅構成係由生理、物理同埋心理3方面去構成嘅。6根係指我哋人嘅眼、耳、鼻、舌、身、意6種官能啦。呢啲官能呢，就可以幫助我哋去接觸呢個塵世，而呢個塵世嘅種種呢，就係6塵：色、聲、香、味、觸、法。即係呢個客觀世界嘅一切事物，而6根接觸6塵所產生嘅呢，就係6識，即係我哋人嘅意識，亦都係嗰個心理嘅部分。如果由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呢，呢一個6識就算係我哋嘅 perception， 我哋嘅認知啦。呢點點解咁重要呢？係因為好多時影響到我哋情緒嘅，唔係外界嗰啲塵，而係我哋接觸呢啲塵之後產生嘅識。舉個例，你嘅朋友收到 message 之後，藍剔咗3個鐘都冇覆你。呢個係你睇到嘅客觀事實，係個塵。你會話係佢故意無視你啊，定還是佢真係好想覆你，但係佢太忙呢？2個唔同嘅認知可以產生出好唔一樣嘅情緒。而接住落嚟呢，你就會發現每個章節嘅人物角色，佢哋嘅執念、煩惱，其實都係出自於佢哋嘅意識上面嘅。喺第一關火照黑雲，你要揾翻嘅係孫悟空6根入面嘅眼睛，眼見喜。喺呢關入面，你會翻返去《西遊記》入面，唐僧一行人曾經到過嘅觀音禪院遺址。點解係遺址呢？因為當年取西經嘅時候，呢個觀音禪院嘅住持金池長老喺接待唐僧嘅時候咧，就貪圖佢件袈裟。咁佢為咗得到件袈裟咧，佢就放火嘗試燒死唐僧一行人。結果人冇燒死，但就成個禪院燒咗啦。嗰件袈裟咧就俾另一個黑熊精偷走咗。咁羞愧嘅金池長老咧，亦都因為咁而自殺。咁喺貪嗔痴三毒當中咧，貪毒指嘅就係
我哋見到一啲順意悅目嘅事物就會產生貪着，無論如何咧都想得到佢。咁好明顯咧，今次就係犯咗呢一個貪毒啦。但我認為呢個貪本身並不在於嗰件袈裟，而係袈裟背後帶嚟嘅嘢。喺遊戲入面咧，黑熊精就問過觀音：出家人塵緣已斷，金海盡乾，但點解長老佢會放唔低一件袈裟呢？而觀音就答佢：如果佢唔披上呢件袈裟，眾生又點會知道我塵緣已斷，金海盡乾？第一次聽你會覺得問題出喺金池長老身上面，都出咗家成咗高僧，點解仲要咁在意其他人點睇自己呢？但你再諗深一層，個問題係咪真係指出喺佢自己身上面呢？俗語講得好啊，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心理學角度嚟講，呢件事叫做光暈效應 （Halo Effect），即係人會由你嘅外觀去判斷你嘅品德、能力，仲有所有關於你嘅種種。你話點解要咁樣睇人呢？好簡單，因為我哋嘅大腦想幫我哋用最快嘅方式去理解一個人嘅全部。想像一下，你要同一個和尚傾幾耐，聽佢講幾多嘅道，你先判斷得到佢嘅修為同埋道行有幾高呢？唔知㗎，但肯定唔係一秒半秒嘅事咯。如果我話俾你聽，喺中國古代已經有一個方法可以俾人一眼就判斷得到呢。當時朝廷會贈予高僧一啲紫色同埋啡色嘅袈裟，呢個係僧侶一般唔會着嘅顏色。所以其他人如果望到你着件袈裟嘅顏色呢，其實佢就大概判斷得到你係咪一個得道嘅高僧。當時咧仲要冇 social media 喎，出去化緣講道，不論係途人定係僧侶。佢如果見到你件袈裟係皇帝所贈，自然就會先敬羅衣後敬人。你講嘅心經聽上去都特別唔同啦。連和尚都會受到光暈效應影響，更何況係我哋呢一啲蒼生百姓呢？睇見清秀漂亮嘅人就會覺得佢哋聰明性格好，睇見資歷亮麗嘅人就會覺得佢哋學識淵博。呢啲都係我哋嘅眼接觸世間嘅塵所得到嘅色。呢個色或者認知啱唔啱係一回事。但係光暈為你帶嚟人哋嘅信任同埋喜愛就係真嘅。美國經濟學家 Daniel Hamermesh 佢研究過外貌評分高中低嘅人，發現咧撇除所有教育程度同埋其他因素，外貌好睇嘅人比起外貌中等嘅人咧收入高出5%，而外貌好睇嘅人比起差嗰一班人咧更加高出10至12%。靚女好睇嘅女性咧普遍都會嫁俾有錢嘅男人。你話啦？你可以唔貪一件衫，唔貪一筆錢，但係上司客戶對你能力嘅肯定，心上人對你嘅喜愛，人哋對你嘅尊重，你能唔能夠唔貪呢？第二章嘅故事風起黃昏，對應嘅根器係孫悟空嘅耳仔耳聽怒，講述嘅係從前有一個黃金之國，呢個國家長年都會受到天災嘅影響。不過佛祖送咗一個工具俾佢哋咧，就免受於難。人民咧就因為感謝佛祖，就起咗好多佛像啦，同埋寺廟咁啦。連個國家都開始俾人叫做黃金佛國。咁國王就唔高興咯，覺得人民信佛不信王，就開始展開滅佛行動，拆晒啲寺廟同埋佛像，連國家都要改名啦，唔好叫黃金佛國。呢個時候咧，國家就出現咗一隻孭住佛頭嘅大獸出嚟咧，破壞啦，屠殺人民啦。咁啱咧，呢個時候有一隻鼠妖經過，佢叫做黃風大聖。咁佢係呢個靈吉菩薩嘅徒弟，就幫手咧殺咗呢隻大獸。咁國王就好多謝佢，頒布埋禁鼠令，請呢個黃風大聖成為國師。唔單止拜鼠唔拜佛啊，連方圓百里嘅鼠妖咧都可以搬埋入呢個國家住。咁有一日咧，呢個國家就突然之間一夜，所有人都變晒做鼠妖啦。黃風大聖覺得係自己引嚟嘅，就離開咗呢個國家。國家咧慢慢就亦都沒落咗。聽到呢一度，你認為係啲乜嘢令到呢個國家沒落呢？係人啦，係妖獸定係佛祖啊？其實你細心諗下，點解個國王唔准人民拜佛呢？點解國王滅佛之後就會有一隻孭住佛頭嘅怪獸嚟屠城？敬鼠嘅時候就所有人一夜之間變成鼠妖？係邊一個人有咁樣嘅法力同埋動機去咁樣做呢？不論係佛係妖定係人，喺呢個篇章入面咧，都好執着尊重呢個課題。聽到其他人為自己叩頭燒香就滿心歡喜，見到人哋轉敬其他人咧就無名火氣。之前我哋喺 Inside Out 嘅影片入面都講過，憤怒會喺我哋覺得自尊受挫嘅時候出現。
國王也好，佛祖也好，本應該為黎民百姓着想嘅佢哋，就因為自己嘅面子，令到人民面目全非，生靈塗炭。因為想得到嘅嘢受到阻礙，所以產生傷害嗰啲阻礙自己嘅人同事。呢啲就係真毒。我明白人人都要面，但係面呢一樣嘢到底從何而嚟呢？喺呢個篇章嘅結尾呢，靈吉菩薩就講咗一句説話：人也獸也，佛也妖也，眾生自有根器，持優劣為次第，可亂來不得。你說對嗎，孫悟空？呢句説話呢，我認為有兩個解法。第一係人獸佛妖各自有自己嘅階層，你嘅出生已經定義咗你屬於邊一個層次，唔能夠僭越。孫悟空，你雖然被封過佛位，但你始終都係要應當安守本分。人天生咧會透過社會入面同人哋比較，去認清自己嘅社經地位，嚟確立自己嘅自尊。神佛同埋國王不惜塗炭生靈，咪又係為咗維持自己嘅自尊。而另一個角度嘅解法呢，就係人也獸也，佛也妖也，人獸佛妖其實都係一樣嘅。眾生即使出身唔平等，但係佢哋嘅內在其實係咪真係有分別呢？高人一等唔代表你嘅情操就特別好，下等嘅妖獸亦都唔見得你係絕對嘅邪惡。靈吉菩薩呢個佛祖可以為面子帶嚟禍害，黃風大聖呢一隻鼠妖亦都會路過不平斬妖除魔。我哋之所以會一眼分別佢哋係正係邪，講到尾咪又係因為我哋心入面嘅標籤效應。我哋會因為其他人嘅標籤同埋本身對嗰個標籤嘅刻板印象，影響咗我哋嘅第一印象嘅。例如大學教授就一定係知書識禮，做銷售嘅就一定係愛財如命。想象一下，有一個大學教授同埋一個保險銷售走埋嚟你面前做自我介紹，話想認識你，你個觀感同埋情緒會唔會有唔同呢？好多人可能單單就因為對方係一個保險 sales，當下就覺得唔舒服，甚至乎嬲埋添。的確啊，佢真係可能只係想貪你嘅錢，但係未經細聽就心生憤怒，咪就同呢一個篇章嘅主題耳聽怒一樣咯。六根係接收外界資訊嘅器官，六塵係客觀世界本身。關鍵其實係在於我哋嘅六識，亦都係認知 perception。人有貪讀，唔單單因為自己眼見吸引嘅東西而喜歡，有時更多嘅係因為嗰件吸引嘅嘢背後帶嚟俾你嘅自我價值。自尊受創之所以為我哋帶嚟真毒，係因為佢動搖咗我哋對自己地位嘅睇法。礙於篇幅所限啦，我冇辦法解釋遊戲入面所有嘅細節。你試下用呢個角度去睇下廣志廣謀佢哋嘅貪，或者虎先鋒兄弟嘅真，其實你都會發覺係通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段影片分析，同埋分享出佢啦。多啲人留言嘅話呢，咁我就會大啲嘅動力去更新下一集噶啦。咁今集嘅時候就嚟到呢一度，下一集呢，我哋繼續講埋其他嘅篇章啦，同埋佢哋當中嘅一啲心理學。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